我还以为是谁呢，不过是11了。那我可要失陪了。哦，对了，王雷，11郎倾慕我已久，可惜我对他毫无兴趣，见面也只能徒增尴尬。失陪了，郡主。你是？我就是倾慕你许久，但你却对我毫无兴趣的11郎。林将军来啦，快请坐。林不疑，林不疑就是11郎。完了，哎呦，鸡掐子、汤子，哎呦，些许是方才祭祀草有问题，捂不住。哎呀，肚子疼。恭喜程将军喜迁新居，多谢多谢，里边请。贤弟，哈哈哈哈！恭贺贤弟乔迁之喜啊！万兄，恭喜万兄恭喜！今日真是高朋满座呀！哎，对了，过几日家母大寿设宴，你们全家可都得到啊！哦，老夫人过寿，吾辈自然是要去的。哎，这未见家七七呀？啊，他本来是想来的，哦，被我家母拘在家里了。哎，怪他自己前几日跟人出去跑马，吹了风，受了寒。哎，对了，你的天仙女儿呢？快让我瞧瞧！娘娘，快来见过万伯父！来来来，万伯父安康。好，好啊。哎，贤弟啊，还以为你将女儿夸得天上有地上无的，是在吹牛，没想到真是养得好啊！哦，对了，拿着，娘娘，这是万伯父给你的见面礼，拿着。多谢万伯父。哎，不用，不过是个孩子，万将军的礼物也未免太贵重了些。哪里贵重？好物事才配得上咱们袅袅啊！哎，袅袅啊，你阿父与我是刎颈之交，今后要受到什么委屈就来找我，伯父一定为你做主。尤其是受了你阿母的委屈，随时可来。袅袅，别在前厅杵着了，还不快去大母面前服侍？快把这些东西收起来，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？哎呀，弟父啊，就是太死板，对兄弟你讲规矩，对袅袅还讲规矩。这人要是做什么事儿都讲规矩，那日子得多无趣呀！谁说无趣了？我如今出去，人家都不笑我是大老粗了。哦，多亏我家严姨教得好啊！胶东袁氏袁州穆家袁公子贺万钱。胶东袁氏与我家素无往来，夫人何时下的请柬啊？将军，我并未请袁家。将军晋升不久，我还未来得及结识这些亲贵世家呢。哎，我可听说这袁慎平日里精得跟狐狸一样，这不请自来，打的什么坏主意啊？晚辈哪敢在两位将军面前打坏主意啊！袁公子，家父与曲连侯府上大公子乃是师出同门，家父说他恩师常夸赞这位小师弟聪慧，晚辈对大公子仰慕已久，今日听闻府上乔迁之喜，便不请自来了。可我家大公子不在家呀。子孝其父，晚辈想着，若能亲眼目睹侯爷风采，便等于是见识了令公子的风姿啊。山间公子里边请。想不到我家大郎还有这般的威望啊！哼，哎，万兄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你这耳饰可真规矩，我父亲昨天送我的。有个好郎婿就是让人羡慕。来，请啊！哎，刘大人。
您不要把你赶开，一路走错老多，那你得色风一生辉啊！哈里的话呀，太客气了啊！到带里边去。好，我们正好去那边找找李大人。哎呀，陈公子，宋大人，李大人。哎，李大强，李大强，扫地啊，真是一表人才呀！要不要随我来？来，快！快点！过来，拿好了。程将军步步高升，连老夫人都容光焕发，返老还春起来了。你是未曾见过我的年少时啊！哇，那叫一个嫩呐！虽然说现在容貌没有怎么改变吧，但是也不是18岁了，是吗？大母头上那根金鸡何时打的？这么粗？大母足足加了2两的吃劲呢。你怎么也不劝劝他？多丢人呢！我哪敢？陈老夫人无恙。好，这位是车骑将军王纯之女王琳，其母文修君乃皇后外妹，今日也跟随我们一起来给陈氏道贺了。不，我本不想来，奈何家父与程将军有些渊源，非命我前来贺喜。好，莫要在我们这些老妇人中间拘束了。泱泱啊，快，请贵客们落座款待。是。请。那便是传闻中的程四娘子，果然百闻不如一见，还真是傲慢嚣张的很。可不是嘛！听说啊，就是因为她平日太过粗鄙无礼，她二叔母啊才一直把她关在房里不让出门，更别说去各家走动了。哎呀，可是今时不同往日了，人家现在有父母撑腰，以后少不了要和我们多见面。今日堂子可要为我作证，我毫无一点无礼之处。倒是有的人句句羞辱，也不知谁更无礼。我家妹妹从前养在我阿母跟前，是我阿母未能好好教导，怪不到娘娘。哎，不是说今日单建公子也来吗？怎么未曾瞧见人啊？王家阿紫也是来见单建公子的。那不然呢？我只不过是家中闲来无聊，听闻程家热闹，才过府一瞧罢了。单建公子来了！大家快看，是单建公子来了！在下胶东元慎，问老夫人安。好。这位女公子，在下失礼了。女公子，
花园寒气重，何必出来呢？来，披上件袄子，别冻着了。我宁愿是冻死，也不要跟他们坐在一处。这些人张口闭口嘲讽于我，我不耐烦与他们斗嘴皮子，出来顺顺气儿。女公子何必与他们一般见识？女公子出来时可曾见，方才来了个好看的公子呢。管他公子母子，我且去透透气，连方不必再跟了。女公子，别来无恙否？你怎么，女公子是不欢迎袁某？袁公子大驾光临，小女怎敢不欢迎？家父阿兄全在九追堂，袁公子大可前去一叙。可我是特意来寻女公子你的。我不过是接了你的绣球，都已还于你了，怎还追得我府上？至于吗？哎，你这般转身就走，便是城府的待客之道吗？未免有些失礼吧。你我素不相识，两家又无旧交，袁公子将我挡在此处，这才是失礼吧？公子不妨有话直说。好，快人快语，单剑只想求女公子给令三叔母桑夫人带句话。袁公子要带话登门向三叔母说了便是，为何要绕这么大的圈子？那里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缘故，是以只能请女公子烦劳了。这事说大也不大，说小赶紧说。你这般快就答应了？袁公子要向三叔母带何话，只管说来便是。女公子只需对桑夫人说：“奉虚言而望城西，期城南之离宫。登兰台而遥望兮，神惶惶而外移。故人所求，不过风息水声，岂可？”女公子是否有为难之处啊？没听懂。方才袁公子说的一句也没听懂，你能不能把那些乱七八糟的给去掉？这不是乱七八糟的，这叫赋。那就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赋给去掉，只说一句，一句我便能记下。成。女公子就传故人牵挂，但求只言片语。知道了。哎，他一定没记住。来，姐，我敬你。尝尝这个，真不错，不错，是不是还挺甜的？这个也甜。我走了之后，他们可有编排我？没有，袁公子来了，他们现在无暇顾及我们。你尝尝，来，姐。这袁善剑是谁请来的？咱家和袁家有旧交吗？听袁公子说，大堂兄的夫子和他父亲曾拜在同一个恩师门下，这也是绕得够远。再说我阿兄又不在家，这会和我家攀上关系，
当真是费尽功夫。嘘，这是客，不可如此非议人家。莫非堂子觉得他人好？我跟袁公子连话都不曾讲过，怎知好坏？你要与他说上话，你就知道他秉性。不过就是一个唐突的登徒子罢了。这事说大也不大，说小。赶紧说。汤子，我向你请教一个学问。你可有听说过一个这样的赋？奉虚言而望城西，栖城南之什么城南的宫殿？登兰台而遥兰台？神皇还有什么？故人所求不过风息水声，岂可？是司马夫子的名赋长门吗？啊，也许是。这个赋很有名吗？倒也不是太有名，只不过世人都爱他辞藻华丽，又不涉正事，所以常给闺中女子读着玩儿。娘娘莫急，待到伯母多教你些时日，你知晓的定不比他人少。不必，我觉得我如今就很好，不用人教。你是很好。绸缎布匹，上好的绸缎布匹啦！自家酿的美酒啊，独白不一包，来看一看啊！那请帖上说的是邀请陈家女公子，可没说是请你还是请我呀？自然是请你，还是托堂子的福。若不是王林邀请堂子去豫昌郡主的生辰宴，阿母才不会让我出门与堂子一起挑选郡主的生辰礼呢。灯笼从何而来？回将军，都是小的从集市上采购的，还有一些客人们放在这里的，等着有缘人来猜灯谜呢。走。属下查过，这些灯笼与萧世子手中的不同。闹出这么大动静，不可能留下一样的灯笼等咱们查。下尽血本也要毁尸灭迹，这证明咱们没有查错人。让你们查萧世子这半年来的开销，可有查出线索？不出少主公所料，就在上半年，这个萧世子还抱怨自己手头紧，在都城的日子不好过。但这半年来，他出手十分阔绰，整日里游山玩水、喝酒嬉闹。他可有任何产业？他在城中倒是有几间铺子，但他不是做生意的料，亏了个底朝天。上半年他还托人想把铺子盘出去，但后来非但没把铺子盘出去，反倒有余钱，又多开了几家铺子。董仓管和许进忠做了半年买卖，这萧世子便阔绰了呗，说他们没干系，都没人信。命人去给萧世子的铺子找尽麻烦，定要断了他们的财路。阔绰惯了的人是忍不住清苦的，他定会再铤而走险。一旦他联系夏家，我们就有机会找出这背后吞下军血之人。那不是程家的马车吗？都是自家酿的，你可以尝尝。好喝。
少主公，不好了，纯元氏去府上了。回府。女公子，到了。来，您看看。女公子，小的已恭候多时了。敢问可是许灵侯程将军府上所设客栈？是。我家公子因路途遥远，预备不足，想讨要些探亲布之客，请随我来。袁公子，外面凉，不如进屋歇歇。不必了。袁公子，数日不见，我家阿兄甚是挂念，不知何时再诗歌唱和。女公子怕是弄错了。奉虚言而望城西，期城南之离宫。登兰台而遥望兮。那日说要下回再议的，是赋，不是诗。好，赋。今日风景好，我也闲来无事，正想与人聊聊诗词歌赋，也不知程娘子是否有空借一步说话。袁公子找我，所谓何事？在下等女公子几日，都不曾让人回话，是否忘记要带在下向你三叔母桑夫人传话了？我本就不想听你传话，哪有忘与不忘之事？你可知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的道理？不知。没错，食言了，又能如何？我既没有马，更没有4匹。这世上之事，无非恳求、威逼、利诱这3样。既然女公子不愿好好说话，那在下也有别的法子。罢了，你放心，我不能拿你怎样。在下薄有威名，倘若女公子愿意替我传话，将来我愿为你办件事，作为回报。什么事都可以。除去忤逆谋反、背信弃义，不能娶你这3件事外，其余皆可。我何时何地说要你娶我？我何时何地说我要嫁你？女公子既不曾想嫁我，那可真叫在下吃惊了。你迟迟不传话，不就是想吊着在下，好引来相见？倘若你真不想和在下有任何瓜葛，为何不痛痛快快向桑夫人传了话？从此你我2人井水不犯河水呢？说得好，袁公子，是我的过错。方才袁公子一番教诲，令小女子恍然大悟，既受人之托，便得忠人之事。这样吧，今日我就回去，将花带给三叔母，你不必谢我，也请原谅我的怠慢。至此之后，我们两不相欠。如果我以后还需你传话，该当如何？三叔母若不介怀的话，袁公子让我传话，我自当不会推脱。但若三叔母不喜欢，我自当以长辈为尊。袁公子，江湖不见。是否江湖不见，你说了不算，我说了才算。你们这些随从侍卫啊，可要悉心照料着。我一路走来看你们将军府冷冷清清，别说是烟火气了，就连花花草草都没几株。唉，连个使唤婢女也没有。哎，你们少主公呢？我喜欢素净，不爱花草。
子胜，也难怪你身边都是这些粗野汉子，他们自然不懂这些。依我看，你这将军府上万事俱备，就缺一个知冷知热的人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是你继母，怎么说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我还不能来啊？哼，你我确实是一家人。你与陈阳侯是表兄妹，我幼年之时还唤你做表姑母，可没过多久，你趁我母子流落在外，便爬上了陈阳侯的床榻，做了他的继室。这绕来绕去，确实终究是成了一家人。就算你记恨我们做父母的，可也不要委屈了自己。汝阳王府的豫昌郡主对你真是有情有义啊，你千万要珍惜这大好姻缘。你看，过几日就是郡主的生辰，你还是去一下吧。送客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说完了。少主公，这豫昌郡主的生辰宴，咱去不去啊？人家可是专门托人送来请柬。自己去领侍军官。为什么要领军官啊？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？你若还想留着自己的屁股，就管住你的手了。拖这一手干嘛呀？杨先生，哦，袁善见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只需你首肯，我立即帮妹子与你交换耕田。你放心，我瞧这都城就再没有女娘比我妹子更是嫁你。这不是我赠予你的书简吗？莫非与我不再往来了？先生赠予我书，我自也要投桃报李呀。特标出几处谬误，以提醒先生，若能多在学问中添点心思，少对别人婚姻之事指指点点，就不会再有这些书。你不识好歹！哼！哎，听说这杨司空是都城中有名的大儒士，家中妹子容貌清丽，性情恬静温顺，可谓是才貌双全。这公子怎么把人给气走了呀？无妨，今日之事，他也没脸跟别人说。公子，夫人都不过问你的婚事，按说我也不该提，可我终究是看着你长大的，心中难免有些牵挂。公子今年也20有1了，究竟准备何时婚配啊？谁说人一定要婚配的？阿父与阿母成亲20多年，可整日也说不上半句话。如果成婚后的日子如此无趣，我宁愿不婚。难道这世上女娘竟没有一位能让公子觉得有趣，想与之婚配的吗？遇见有趣的女娘，就一定要与之婚配吗？婚姻于家族而言是锦上添花，于女子而言是依靠攀附，可于我而言，从小到大看到的都是凑合罢了。半点好处都没有的事情，
我袁善剑从来都不做。夫人的指腹比为夫的脸还嫩。你要再胡言乱语，小心我刮破你的脸啊！到时候军姑可是要哭倒城墙的呢。为夫哪里不是夫人的？莫说是刮脸，就算是在为夫的脸上绣花，小生也悉听尊便。三叔母，三叔母，三叔母，娘娘有话要与你讲，还请三叔父暂时回避一下。没看到长辈正在忙吗？有什么要紧的事儿，晚些说又如何？别理他，过来。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就是了。没事，说吧。我的事，你叔父就没有不知道的。那我可说了。说吧。有一个叫袁善剑的，让我来给三叔母传话，说了好长一段乱七八糟的什么父，反正我也没记住。总的意思就是说，故人牵挂，只求只言片语。故人？他为何不自己来，让你传话呀？这个袁善剑是不是那年他收的小弟子？小弟子？原来是他呀！那他要干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反正他就说了这些话，除此之外没说别的了。只言片语？什么只言片语啊？我与那人都10多年未见了。我想起来了，定是前些时日我感染了风寒，你四处替我寻医问药，被他知晓了。原来是这事啊！可是你咳嗽已经好了很久了，他怎么还惦记着？你等我一下。拿去。那就麻烦你替我送过去。三叔母只写这些，不留个名号什么的。他识得我的字，不必留了。三叔母就不想说说这其中的故事吗？比如说，那个人姓甚名谁，与三叔母的过往有何渊源？此事啊，说来话长。不妨事，不妨事。说来话长，便可以慢慢的说，我可以慢慢的听。说吧。别人说“说来话长”这4个字的时候，意思就是不想说了。这个意思啊？你不想说便罢，但是三叔母可以告诉我，为何那姓袁的不直接上门来找三叔母，非得通过我绕这么大一个弯子？我曾经对一个人说过，你也好，你的亲朋好友
为人弟子也罢，以后都不要来见我，也不要送书信物件于我。那是年少时的负气之言，没想到那个人是个死心眼儿，居然答应了。原来如此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与袁胜剑是如何认识的？此事啊，说来话长。你呀，命你们打听的事情，可曾打听到了？程家娘子是去自家货站挑选生辰礼，玉昌郡主给程家亲眷也留了帖子。谁问你程四娘子了？我问的是萧世子。近日，他还有去田家酒楼吗？我们盯了萧世子几天，他一直与何将军家女娘何昭君在一起。董仓管流放，许敬忠自强，这萧世子若还想长久做军械生意，只能从其他处觅得军械。他若成了何将军的女婿，自然就更方便拿到军械了。何将军忠勇，未必会与他同流合污。那雍王就是任人唯亲的性子，难免他儿也喜欢以己推人，揣度何将军。那日玉昌郡主送来的请帖还在吗？我们也去一趟汝阳王府。啊，我早上了。不是，少主公，你不是说你不去吗？何将军与汝阳王有旧，何昭君一定会去汝阳王府庆贺玉昌郡主的生辰。既然萧世子与他形影不离，自然也会前往。阿飞，伤好些了吗？啊，不就是10军棍吗？上过药了，不疼。好，那便再去领10军棍。为什么呀？扔掉重要请帖，还不知10军棍吗？我找回请帖，死罪可免。走。哇，他们家好大呀！伺候这身衣服选得好，我瞧着娘娘的容色气度，不输那些世家宫女。洋洋也不错，温婉大气。那倒是，若再有人说不公，也怪不到司府头上了。娘娘，别到处乱跑。哟，那是谁啊？这是把梳妆八宝盒全穿身上了吧？万七七，她是万家第十几个女娘来着，四兄。13。这万七七明明是家中老幺，却总以为自己是全都城最大的那个，走哪儿都比别人照耀些。你们又在非议谁呢？呈送，池长公。两位叔母好，这2位是少商和泱泱妹妹吧？你们俩怎么穿的这般素？回头我让人给你们送几套漂亮的衣裳。思静些好，显得人形容温婉些。是。来这种老虎，要什么温婉可人？来，阿紫给你们装扮装扮。这感觉还缺点什么？看看啊，七
瞎子，这不是你要送给玉昌郡主的生？哎呀，没事儿，多的是。这个好。嘿，嘿，这就好多了。嘿嘿嘿，都仔细着点。哎呀，好看。啊，二位叔母，那我带2位妹妹去。快去吧。走吧，阿紫啊，带你们见见世面去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别怕，有我在呢。你当真确定那晚破坏我行动之人就是程家四娘子？是他。那晚若非他多事，郡主和凌将军早就成就都城佳话了。郡主今日只管瞧着便是。我今日请他前来，便是要给郡主出这口恶气。走。我们坐哪？这么多好吃的。今日厨房特为女眷备下金丝枣全做小食，这小食用了10多道工序才制成，算得上惊喜。诸位姊妹尝尝吧。堂子先尝。程家妹妹怕是第一次吃吧？多吃点。不就是金丝枣吗？有何好稀罕的？我手刃过一头豹子，亲自剖心剜骨给阿父泡酒。你们呢？怕是从未喝过吧？万七七，今日是郡主生辰，你言谈举止怎么像似茹毛饮血的野人？御前宴饮时，家父拿豹骨酒钱去献宝，圣上还夸我是将门虎女。怎么？你是想说圣上也是茹毛饮血的野人吗？这枣确实美味。程家妹妹弄错了，你尝的这个不是真枣，金丝枣是用蜜糖裹牛油细面蒸制而成，形如蜜枣，却不是枣。圣上平定天下后倡议节俭，你呢？这就开始以奢靡贬人了。别张口圣上闭口天下的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身上的穿戴。就是这么体谅民间疾苦，怎么不自己穿着破衣烂衫去田里耕种啊？怕是不舍得自己这一身金银珠宝吧？戚家子随万将军在外征战多年，要抚恤伤亡兵卒家眷，并不比亲自耕种来得容易。谁会花10几道工序做上这样一份点心？更何况将士们在战场上血里火里搏杀，你们却在这平安都城里大吃大喝。这般惊喜日子，我们武将家眷可过不来。这样的宴席，我们不吃也罢。还有，阿姊们桌上这些好吃好喝的，上靠苍天庇佑，下靠圣上夜以继日为国操劳，更靠前方战士们尽心竭力。你们想着这般福气讥笑我们武将之后，也不知怎么好意思。禀郡主，凌将军到了。程家妹妹气性太大了，我们不过是开玩笑罢了，别在贵客面前闹笑话。哪儿来的贵客啊？你还是你是贵客啊？王陵，少危言耸听。是11郎，11郎今日要来给郡主庆贺生辰。哎呀，我忘了。程家妹妹好像一直都被关在庄子上，都不曾有机会见过11郎。不如这样，今日呢，你先乖乖听话，没准能瞧上一眼呢。王陵，瞧你那脸花痴的样子，你想见11郎，自去见好了，攀扯少商妹妹做什么？哼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不过是11郎。那我可要失陪了。
哦，对了，王林，十一郎倾慕我已久，可惜我对他毫无兴趣，见面也只能徒增尴尬。失陪了，郡主。你是？我就是倾慕你许久，但你却对我毫无兴趣的十一郎。林将军来啦，快请坐。林不疑。林不疑就是十一郎。完了，哎呦，气掐子、汤子，哎呦，些许是方才金丝草有问题，捂不住了。哎呦，肚子疼。快走，快走！林将军能收我的请柬，来我的生日宴，一昌很高兴。在下已经后悔来了，我看这汝阳王府容不下武将。林将军驰骋沙场，屡立战功，我等仰慕还来不及，怎会容不下呢？方才是与程家妹妹说笑，若真瞧不上新晋武将，也不会邀请几家妹妹来此。可我看这席间，并无任何武将家眷。真请了，少商妹妹和七七妹妹刚走，昭君妹妹有些小事也未曾入席。林将军去往何处啊？宴席即将开始。少主公去找识不得金丝枣的武将们聊聊。等等，十一郎就是林不疑，林不疑就是十一郎。你连十一郎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，就夸口说他倾慕于你啊？我那不是想气气王林吗？谁知这么巧啊！可林将军看似与袅袅十分熟人，谁与他熟人啊？你可还记得鸠公被抓？他当初抓鸠公之时，我隔着车帘给他指了一条路。谁知道他这个人恩将仇报，来我府上对着阿父说了一堆有的没的。你们可知晓，豫昌郡主心仪的便是林不疑。那日灯会，豫昌郡主落水，你们可知道？我知道。我那日刚好去凑热闹，却发现豫昌郡主在浅水里假装扑腾，还综合扑拦路，我便一脚把他的仆从踹了下去。谁呀？后来就露馅儿。那当时可是你做下的。我早就听说豫昌郡主落水啊，本是为了吸引林不疑，想到被你这一脚给踹露馅了。他回来的时候，那两只眼睛哭得跟烂桃似的，全都城的人都在看他笑。谢瞎子，此事大了，此事千万不要说出去，莫要让我阿母知道，她知道定会扒我一层皮的。这哪是生辰宴啊，分明就是鸿门宴，不来也罢的。我也是，最讨厌啊，与那帮惺惺作态的世家女相比，还是程家妹妹最合我心意。我阿父呀，时常提起，根本不像程家叔母古板守矩，无趣的很。七掐子与万伯父，当真是这么想的？那当然。我倒觉得与七掐子你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我觉得阿紫性子蛮好的，倒不像次兄说的排行最小，又爱称老大。谁称老大了？这个程所整日就知道背后编排我。
他人在哪儿呢？四兄怕是与其他公子们在一起射箭了。走，找他理论。等等，七家子，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先去吧，我四处转转。那你一个人小心点啊，那帮贵女看起来柔柔弱弱的，没一个好相遇。那泱泱，你跟我去。泱泱去，快！气死我！看我对你是不是？对不住了，四兄。慢点，七家子。世子，你别跟着我。昭君妹妹，昭君妹妹，你等等我啊，昭君妹妹。世子，你别这样。昭君妹妹，昭君妹妹，昭君妹妹。世子，你别这样。世子来郡主生辰，所谓何事啊？今日与你相处，十分透气。我有意向何家提亲，可是你总是回避我。可是我哪里做的不好，令昭君妹妹生厌呢？你我才认识几日啊？现在提亲，是不是太快了？况且我还身有婚约呢。你是说娄家那小子啊？你不是都说了吗？他憨傻呆愚，只会说教于你。可是我若悔婚，阿瑶会变全城笑柄的。你处处替他考虑，可他却不懂得珍惜，还总是惹你生气，我瞧了心疼呢。那不是程家四娘子吗？你今日怎么穿得像个狼媪啊？关你何事？我父母如今都不穿这颜色了。关你父母何事？我恩师也收到桑夫人的信。这关你恩师又有？你若是想道谢的话，那便就好好说，上来就说气人的话。多谢女公子。恩师原本郁结在心，落落寡欢，今日已好许多了。今日在下特向你道谢，善见言出必行。将来你若有难处，我定不推辞。好，我记下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既不会让你忤逆谋反，也不会让你背信弃义，更不会让你娶我。此事了结，我们就此别过吧。谁跟你就此别过了？你们果然在这儿。阿瑶，阿瑶，楼阳，你站住！你要做甚？我还想问你们做什么？方才我听得明明白白，他要去何家提亲。是啊，萧家是有此意，可我还未应允呢。若你肯对我好些，我便向阿父回绝此事。毕竟你我二人自小定亲，我也不忍令你将来被人耻笑。你只管去嫁他好了，我从不留恋于你的婚约，只不过娄家重信守诺，曾忍到今天。好啊，谁稀罕，那就退亲。我如你所愿去嫁那萧世子，他从来不像你这般欺我，他善解人意，比你强千倍百倍。我告诉你，日后成亲，我便随他回冯一郡，到时候闲来，我们就去游山玩水。他还在蜀中建了一个别院，说将来便送我了。日后我与他不知道有多快活，你我说不定连个面都见不到了。好啊，一言为定。好啊，站住！看什么看？再看我挖你眼珠子！女公子，对不住，别往心里去。又不是只有我一人在。袁山剑，你混蛋！你要躲起来，为什么不拉我一起啊？男女授受不亲。
再说了，你不是要与我就此别过吗？我今日就是要告诉你，此事完不了。你可知方才那两人是谁？那位郎君是河东楼氏二房幼子楼瑶，另位女公子是何昭君，骁骑将军何勇之女，两人自小定亲。我又不想知道，这跟我有何干系？你也大了，非但要读书识字，诸如世家谱系、祭祀礼仪，你也都该尽快学起来。我见你除斗气斗嘴，诸事不会，程夫人就对你没个打算？是否因刚回都城，尚未来得及为你们姐妹寻找女尸啊？我可举荐一二。你走开。若是萧何两家结为姻亲，那么此案便会牵连更多的人。这个案子必须尽快了结，去查一查，这半年来蜀地有哪些官员来过都城。少主公是怀疑萧世子与蜀中勾结，前几批军械都运往了蜀地。蜀地归降多年，早无战事，他们买这么多军械干什么？怕是蜀地早有二心了。我们必须早做筹谋。这元神当真是脑子有问题。唐子的手绢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陈家三娘子落水了！救命啊！陈家三娘子落水了！救命啊！救我！救我啊！唐子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我！救我啊！娘娘好！唐子来，唐子，慢些。怎会落入水中啊？我就知道是你们，此等龌龊之事，也只有你们干得出来。娘娘，不要跟他们置气，免得给家中丢脸。丢脸？你非但破坏郡主好事，还有意勾引十一郎。这世间还有比你更心存龌龊之人吗？也对，你从小你父母就把你丢弃，你二叔母又不曾教过你，怎会知道何为光明磊落，何为规矩守礼？这一肚子的阴损吃德之事，也只有你这种粗鄙无伦、无父无母的人才能做得出。啊！陈少少，你看我娘的！让你欺负我堂子！住手！我让你欺负我堂子！让你欺负都住手！我爱你陈少少，我不能让你！别打了！快住手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都住手！程少少，你疯了吧你！竟敢打我！你这种粗鄙无闻、无父无母的人，就会干这种居然打架！这程家四娘子果然出人意料。哎呀，瞧这可怜劲儿的，怎么一言不合就动手呀？这是谁家的女娘教的如此不懂规矩？王家娘子是我家贵客，你这女娘怎么能随意出手伤人？这明明是互殴，
怎么能算少商一个人出手伤人啊？老王妃息怒，今日之事各自都有错，但就算再气，也得先找个医室给王家的女公子瞧瞧。倘若是伤了容貌，怕是晚矣。少商妹妹伤得如此的重，王家娘子，你下了好狠的手啊！哎呦，我从未下过狠手，明明是他先动手的，他分明就是个疯子。证据呢？没错，是我先动手的。我路过花园之时，我发现我不识水性的汤子被推入湖中，他们就是想逗赢我，然后想害我，还说我什么粗鄙无闻、无父无母、无人教导。我再无父无母、无人教导，我也干不出视人命如草芥之事。那如此说来，今日之事倒是我们做父母的没有教导好自己的女儿了。灵儿素来刀子嘴豆腐心，平日里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。今日就算她说错话了，她并未说错话，她一字一句都是对的。此事我无法辩驳，不过她害我亲人，将我堂子推下水，实则不能原谅。打人不打脸，揭人不揭短，难道少商妹妹是因为懒惰蠢笨才没有好好读书识礼的吗？知道人家有隐痛还得理不饶人，便是世家教养吗？今日他们还说我们武将之后缺少见识，可是懂规矩的程阳妹妹不也被他们丢下水了吗？洋洋，你说是不是他们？洋洋，你还能说话吗？洋洋，汤子说不出话。你看人家洋洋可怜的，那又如何？不过是姐妹间玩闹而已，怎能轻易一言不合便动粗？万一文秀君追究起来，你们可都担当得起惩罚吗？不过是小女娘间的玩笑，也不能伤及无辜性命。老王妃若是要罚，必须两个人一起罚，先动手的才该罚。是王家娘子先推汤子下水的，他们还想用绊马绳把我绊入湖中去。你血口喷人你！无凭无据之事，岂可乱说？凌将军到。娘娘，诸位，这是我手下侍卫方才在花园之中拾得的绊马绳，这绳尾之上还有府上印记。老王妃若是想学人查案，则需要证据，而这就是证据。子胜，你可真有意思，怎么还把一堆烂绳子捡回来了？我说了，这是绊马绳。程阳侯夫人若是不信，可看下娄家女公子的双手。她害人不成，手还被绊马绳给磨破了。此举甚蠢。子胜说的哪里话？不过是家事而已。此事关乎性命，老王妃若是审理不清，明日廷尉府，我亲自审问。
告辞。我方才都说过了，不过是女公子们玩闹而已，也值得我们这些长辈们如此兴师动众吗？还说什么廷尉府？依我看，此事不如就算了。哎，就是王家女公子的母亲文修君今日又不在，那自然是算了，否则怎可这样轻易了事？你说呢，程伯夫人？哟，疼，这儿。狗屁郡主王娘子，女公子好好待贺礼上门，竟被他们打成这样，他们也太嚣张了些。什么叫被他们打成这样啊？你是没见那王家娘子，那被我打的才叫一个惨。你放心吧，这是我自己打的，有书人呢。自己打的？女公子，你自个儿照镜子瞧瞧，伤成这样了还说什么心里有数？你别说，这左右两边还挺对称的嘛。你放心吧，你别看现在是肿，如过2天定能消肿。可那王林不一样啊，我掐在他腰上那几下，手法可谓是奇绝，保惯他几天起不来床，每一宿都睡不着觉。女公子，女君请你去九锥堂问话。潍坊，快去跟阿兄们说，让他们都去九锥堂，等着救命呢。是。哎，等等，眼睛睁大点，再大点。有眼泪了吗？就这样，保持住，告诉他们我命不久矣。去吧。保持。阿父，按摩。哎呦，哎呀，不是说只是打闹吗？那个姓王的小娘居然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了！哎呦，我的儿啊，疼不疼啊？还能看见为父吗？阿父不必担心，女儿无事。见过阿母。哎，好。见过阿母。这里。见过阿母。行了，受伤的不止袅袅，将军，你就别只顾着看自家的孩儿。其他小女娘的脸也被打成这个样子了。好，打在了其他的地方。小女娘打架花拳绣腿，出不了重伤，是能折断肋骨啊，还是断手断脚啊？还能有脸要紧？咱们家袅袅还没有许配人家，这脸要是好不了，我跟他们没完。少商，我问你，今日你可知错？都被打成这样了，你还问他错？袅袅知错。
好，那你说错在何处？从今往后，无论是谁欺辱堂子，又或是刻意羞辱女儿，又或是诋毁陈家，女儿就再也不会打人。阿方母，就算之后有人要杀娘娘，娘娘也再不会出手伤人了。我的儿啊，儿啊！你别跟我赌气顶撞，你家中无有长辈吗？你若是有理，为何不找长辈来论，却要大打出手？我不管你是否真心认错，明日你务必去王将军府上，给王林赔罪。我去不了，王林他是活该挨打的。好胆色呀！我倒是要看看今日你是否知错。来人！阿母息怒啊！阿母息怒啊！阿母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阿母，娘娘已经挨过打了，可不能再责打了。是啊，不能再打了，都打成什么样了？可怜的娘娘啊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的妹妹，滚开！滚开！统统都给我滚出去！你们看看，把你们阿母气成什么样子了，还不快给我滚！等着在这儿领罚吗？滚滚！快点滚！快！都滚！滚！谁让他滚的？啊？谁让他滚的呀？啊！你不是说都给我滚吗？我就让他们全都滚了。那你为何不滚？不敢呐，我怕滚出去就滚不回来了。行了，哎呀，马上就到，马上就没人了，真的没事儿。哎呦，到了，我都晕了。哎呦，阿兄们不必担心，娘娘好着呢，一点事儿都没有，好着呢。若是我与少公在场，妹妹们也不至于吃这么大的亏啊。阿兄这是哪里话？若不是你们今日来得及时，娘娘又要受一顿别日官司了。只要你还在府中一日，就逃不得这顿打。这阿母要想罚人，何曾落空过呀？娘娘，现下你打算怎么办啊？不如用我的惯用法子，跑，确是个好办法。每次少公跑出去，躲躲再回来，这阿母若是过了气头，总会说轻一些。也不是每次，10回有那么1、2回能酌情就。那也好过毫无指望的等罚。要不还是回去认个错。你想让我回去挨打？我这辈子也干不出那么愚蠢的事情来。娘娘，都怪我，若非我未能小心谨慎，怎会着他们的道？更不会惹下这般大祸。堂子不必内疚，就算是不为了堂子，我为自己也定会找时间去收拾他们的。更何况，堂子在阿母心中本来就是安分妥帖，就算是惹祸，也是一时失控。而我就不一样了，即便是救人惹祸，那也是有意返还。我心意已决，此生的法子好，我此刻就跑，这样也不会再给阿母添堵了。你若真要走，我跟你一起。对，要走一起走。哎，可别！若是阿兄们跟我一块儿走，那得挨3分打呢。还是我自己走吧。阿兄们，堂子，娘娘走了。那连房同女公子去。这。
女公子，你穿的如此单薄，不如回去跟女君告歉吧。总比在外面冻死强啊！我也是第一次离家出走，我怎知外面这般风大，经验不足，早知该拿个啤酒大的。哎呀，下次我定会准备多点的。还有下次啊！夫人，夫人，来来来，哎呀，哎呦，你们父子就知道偏袒袅袅，哎，左拦右挡，我还能把他吃了？现在又来跟我卖好。袅袅是女娘，怎能与皮小子一样责打？之前你也说儿女不同，儿子是要闯大祸，女儿寻人嫁了即可。既然如此，责罚自也不能一样。将军说的这些话，是想替袅袅开脱一辈子，是不是？为夫觉得啊，今日袅袅做的没错，明明是王家的娘子，先要索人性命。我怎不知？我只是气袅袅，她怎么就不分辨我们当时身在何处？那是汝阳王府，汝阳王是圣上亲疏，汝阳王妃一贯的专横跋扈。圣上见到他们夫妇，尚且顾忌3分，行动都被约束，他难道就不能忍口气，少给程家惹事？怎么忍啊？样样都被推到水里了。你只看到袅袅性情不好，紧要关头，她肯护着自家堂子，不让别人欺负了去。若是那时袅袅佯装看不见，才真是没情没义了。程家人向来顾念手足之情，那孽障在这上面倒是没走了样，可他万万不该动了手，落人把柄。好，好，好，袅袅已经答应我们了，以后不再与人打架了啊！真是没想到，我萧元一有生之年，居然担心自己的女儿打架。这次幸亏有林将军持政不阿，及时取来了物证，才得以解围，否则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会闹出什么模样。林将军，林不疑，他也在。嗯。袅袅她躲到哪儿去了？这隔壁屋怎么一点声都没有？听说带着莲房躲出府去了。那怎么行啊？外面那么冷，再冻出个好歹来。夫人，你还挺着急袅袅的嘛？谁说我为她着急了？活该让她冻着，冻掉了爪子，自然就不敢打人了。女公子想什么呢？怎么穿那么少？是程夫人不舍得给你衣服穿吗？想活命的话，上车。哎，女公子，咱不能随便上外男的马车。三半夜再走，怕是不安好心。他不是不安好心，他是有病没醒。走，快！哎，女公子，你这苦肉计使得颇有些自损八百啊！什么苦肉计？袁公子，莫要给人随便栽罪名。在我面前还装？听说王陵连玉昌郡主的生辰晚宴都未曾出席，足见伤得不轻啊！你对我做什么？不过，即便你要对付他，也用不着自残啊。那又如何？反正我也不怕他，大不了以后施加邀请，我不去便是。原本家母还想过2日邀你，邀各府女眷过府赏梅。赏梅？
你该不会是想相看我吧？涉及自身婚事，你一小女娘就不能装些害羞模样吗？我又不想嫁你，有什么好害羞的？你要想嫁，我也得想娶啊。吴家心腹将来是胶东袁氏的宗父，自然要端庄贤淑，怜若婿老，更别说祭祀宾客、首领诸介妇，绝对不能像你似的，一言不合拔拳相向。多谢袁公子相救，心腹，你慢慢挑，慢慢挑，我们先走了。等等。这是我家不常用的紫鱼膏，不用感激我，我就是觉得你这伤有碍观瞻。这个不会毁我容貌吧？就你如今这副模样，还用得着袁某来毁？赶紧回府吧，别总赖在袁某车上。天寒地冻的，女公子这副尊容，就莫要出来吓人了。女公子。还好，还好你没走远。你这是刚从谁的车架上下来的？阿福让你先回去，说是阿母已经许诺，只是罚你写字，其他事不追究了。写字？那还不如追究我呢。我想好了，我去投奔七家子，去万府。兄们，再过2日，阿母消气了，你们再来接我。丽芳，来，你跟阿轩他们回去，我走了。凌将军此次前来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万将军当真不知道，在下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吗？啊，大约是凌将军得知万某喜欢收藏珍品，前来鉴赏一下。此话好说。我万家的宝贝，凌将军只要看上了什么物件，随便挑。蜀地堪舆图，万将军可否割爱？什么图？哼，逆袭图！原来凌将军你也……蜀地堪舆图。啊，蜀地堪舆图。凌将军此番如果是为这张图而来，那你就不必再说了。万某蜀地1亿，若能得此宝图，早就呈给圣上了，还烦您大驾来探查一番吗？当真没有？当真没有？当真不交？凌将军，这没有如何交啊？